在河西走廊的千年风沙里，在古丝绸之路的悠远回响中，张掖这座历史名城守护着一处震撼心灵的佛教艺术殿堂大佛寺。步入其中，时光仿佛凝固，眼前是释迦牟尼涅槃的巨像，长达30余米的泥塑卧佛静卧于殿宇深处，历经西夏王朝至今800余载沧桑，其体量之宏大，位列亚洲室内卧佛之首。其仪态之安详，凝聚着古代匠人无上虔诚与卓绝技艺。这里不仅是信仰的载体，更是历史的见证。寺内建筑巍峨，壁画精美，藏金浩瀚，每一砖一瓦一雕一刻都无声地诉说着西夏的辉煌、元明的延续与佛教艺术的深邃。驻足于此，感受到的是超越时空的庄严与宁静，是丝路文明交汇的厚重回响。在马蹄寺的大门口露营了一晚，第二天清晨，我就直奔张掖市区的大佛寺，距离57公里，驾车需要1个小时。我现在是来到张掖了，这里是大佛寺西边的停车场。这个停车场啊，中间连一棵树都没有，非常晒啊。这里停车1天10块钱。张掖博物馆、图书馆都在这里啊。现在呢，就走向另一边，沿着这条路啊过去，就是大佛寺了。来到大佛广场了，看一下后面的天空，灰蒙蒙的。今天是一个风沙天气，虽然说没有那么晒了，但是风中啊会有很多泥沙。这前面是有一座牌坊，上面写着和谐乐土，前方就是大佛寺的正大门了。牌坊的另一边呢是写着塞上禅林，售票处前方50米。一张票40块。进来之后啊，看到的就是一座牌坊，两边呢就是钟楼、鼓楼。这座大佛寺它的方位啊是坐东朝西，后面呢就是大佛殿了。佛国长春，佛法无边，普放光明。现在呢就直接去看大佛殿，也就是亚洲最大卧佛的所在。这座大殿呢看起来是非常的古老啊。什么叫做面阔11间？也就是说这一边呢总共呢是有12根柱子，2根柱子中间呢为1间。那么进深9间的话呢，总共啊就是有10根柱子。再看一下它的屋顶，是重檐歇山顶。歇山顶怎么理解呢？看一下这一边呢，屋顶上方呢是有一个三角形嘛，可以理解为爬屋顶，爬到这个地方呢，可以歇息一下。那进入大佛殿看大佛之前呢，我们先环绕着它走一圈了，看看这座建筑的外表。像这些柱子呢，全部都是木头的，包括这些屋檐斗拱，都是用木头雕刻而成，而且每一根木头啊，都是非常的粗壮。可惜上面的那些颜色呢，基本上都脱落了。这里有一棵很大的树呢，看起来是被修整过，很多枝干呢都是被锯下来了。这大殿的后方呢，就相当于是碑廊了。这边除了有一整排石碑以外呢，还有一些石刻，刻的内容呢都是龙啊，无上正觉。睡佛长睡，睡1000年，长睡不醒。问者永问，问百世，永问难明。现在进入看看大佛。哇，起码有2-3层楼那么高。先看一看这个袈裟，表面上呢是有一些金箔，看到没有？上面呢是有龙的图案，还有花卉的图案。这是皇家寺院的标配啊。
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小洞，这是为了里面通风，因为里面它是空的，是属于木胎泥塑大佛。据说里面以前是藏着很多经书、宝贝之类的东西。这是大佛的手臂，这么长啊！大佛的手指这里躺得下一个人，头部是枕着莲花枕，在头部这边还有一座女佛，另一边就是男佛。看他的眼睛是微闭的状态，看起来非常的壮观眼前这尊巨大的卧佛，展现的就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进入涅槃的时刻。简单说，涅槃不是指死亡，而是佛陀彻底摆脱了生死轮回的束缚，达到了永恒平静、彻底解脱的圆满状态。他安静地侧躺着，面容平和，正是这种境界的体现。关于这尊大佛的来历，有一个神奇的传说。西夏时期，一位叫维咩的国师在静坐的时候，就听到地底下传来音乐声。他顺着声音挖下去，竟然发现了一尊被金砖翠瓦覆盖着的碧玉卧佛。于是他就在发现佛像的地方建造了这座坐东朝西的佛殿。后来在西夏皇室的主持下，工匠们以木头为骨架，外面敷泥塑形并彩绘，历时5年，终于完成了这尊亚洲最大的室内木胎泥塑卧佛。这座寺庙历来地位非凡，西夏的太后经常来这里朝拜和居住。传说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就在这里出生，他的母亲别吉太后也曾长期居住在这里，去世后灵柩一度安放在寺内。南宋最后一位皇帝赵显被俘后，也在这里出家避难。就连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，当年也被大佛寺的宏伟和张掖的繁华所吸引，在这里住了1年。到了明代，大佛寺规模达到鼎盛时期，能同时容纳4-5千人朝拜，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佛教中心。而在另一边就是属于18罗汉了，一边9个，那一边还有9个。这里还有非常精美的壁画，这个看起来是不是比较奇特呢？拿的武器很像是孙悟空的金箍棒，但是人的形象又像是猪八戒。看一下他的脸部，像不像是猪鼻子呢？好，我们环着大佛走一圈，特别的震撼以前这里面是禁止拍摄现在可以了，只是不能用闪光灯。这边屋顶上还雕刻着一头龙在这里还可以看到《西游记》的壁画，只是看起来比较模糊。看到了唐僧、猪八戒、沙僧、孙悟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大佛殿内还珍藏着古老的《西游记》故事壁画，这些绘制于数百年前的画面，生动地描绘了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经典场景。这一边也是有9个罗汉加起来18个。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一边像不像是一堵墙呢？但实际上是大佛的脚底。这里还画着一个图案看一下大佛的脚趾甲，足足有一个水桶那么大。现在往上面看，这里后面一整排是有10个佛像。那么这些就是释迦牟尼的10大弟子。看完了大佛殿之后这后面还有山西会馆佛教艺术陈列室。这边是展示了卧佛是怎么做出来的，先用木架搭建，然后再用木板把它给包起来，最后是用草泥还有用更细的泥去把它给塑造出来，最后再上彩绘。现在过来看看山西会馆，往这边走。
看一下正殿，上面一块牌匾啊，写着“乃大丈夫，汉朝忠义无双事，自古英雄第一人”。关帝夜读春秋的坐像。其实山西会馆呢，原来呢就是一座关帝庙，是山西商人啊集资买的一块地方，但是还是把关帝庙啊给保留下来了。因为关帝啊本身呢就是属于山西人嘛，这座牌坊还是非常的古朴啊，纯木头打造，而且保留得相当的完整，威震华夏。那这边呢就是古戏台了，财路，这两边呢就是属于看戏的看台，这边也是啊，在上面呢摆上桌子，喝着茶来看戏，非常的惬意。走出大佛寺，回望朱红的大门，800年时光仿佛在此沉淀。卧佛的宁静，壁画的传奇，帝王的足迹，丝路的回响，都化为无声的史诗。它不仅是历史的容器，更是信仰与文明在岁月长河中向追寻者恒久传递的薪火。